新华社客户端的网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王源。觉得说多了一种身份，多了一份责任，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宣传啊，或者是怎样，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到教育。其实一直都在。之前参加联合国畅想2030活动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选的主题叫优质教育。那个时候其实就有开始关注到一些乡村教育的问题了。我通过一些侧面的方式，现在的媒体啊这类的，了解到很多乡村孩子们现在的生活学习状况，和现在的小朋友有交流过，有上1年级的和上5年级的。当时他们说是乡村的孩子，但其实我觉得很好，就是他们和我们都就很开朗，然后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乡村孩子那么的害羞，就蛮好的。其实主要就是也是关于教育的了，讲了关于优质教育，还有教育平等，然后还有男女受教育这一类，就是画了一幅简单的漫画。在我印象中，我畅想的2030年的教育环境会是怎么样？就是比较开放，然后以人为本。就是有多元化的教育设施，还有很多的兴趣课堂，可以让孩子们享受到不一样的，然后丰富多彩的课堂和课余生活。比如说上什么生物课啦，有真正的动物，然后有水族馆，然后吃饭有非常好的餐食，然后还有非常多的课余活动，打篮球啊之类的。我觉得其实现在正是因为00后可能00几年、2000年的孩子，就是我们这不是孩子，就是同龄人，就正处在就是在初中、高中，这是非常有阳光、有活力的时候，然后是学知识非常好的一个年纪。而且现在我觉得科技非常发达，我们能接受的新鲜事物非常多，所以说我觉得是会有创新，然后会非常好的一个代。因为上次参加那个活动，联合国有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，然后他们的设想就是在2030年能完全的完成实现这些目标，而且我觉得每一个目标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，可以在平时的生活中就可以稍微注意一点，就比如说什么低碳排放了之类的，就可以通过骑单车、骑共享单车之类的事情来减少污染排放。我今天来就是主要是谈我自己的见解。我就谈到说对于乡村孩子、乡村学校，我觉得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关心，我觉得精神层面的关怀也很重要。然后今天我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叫秦岳飞，是我的学长，因为我们同时就读于南开中学，重庆南开中学，他是我前几届的学长。然后今天他是一个叫黑土麦田公益项目的创始人，他和我讲到说，他们现在就是招聘优秀大学生去到乡村，然后就是改变乡村的观念和让乡村脱贫致富这样的事情。所以说我就觉得教育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老师是带领孩子往更美好的世界走的一位领路人嘛，所以我觉得老师很重要，就需要有更多年轻有活力的大学生老师，然后灌输新的观念给孩子们，然后也要帮助他们有一些精神上的辅导，我觉得这个是好的。有点辛苦了，但是这些身份其实我觉得在需要它的时候发挥出它的用途，然后在该是这个身份的时候做好这个身份，我觉得是 OK 的。比如说我在上学的时候就好好当学生，然后我在演戏唱歌的时候就好好当我的艺人。公益方面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身份是平时生活中也是需要有的，因为通过自己的影响力，然后在平时的小活动中，然后默默的就灌输这个理念，让更多的人知道和关注公益，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职责所在。
因为有很多人的喜欢和支持，然后我必须得往前走，然后不能让他们失望。第二个就是其实自己的心理了，我觉得既然走到这条路上来，就不能后退，得走得越来越好，然后这也是会督促着自己往前进的。我的目标是成为最优秀的人，但是这个路途非常漫长，然后我觉得尽力就好，如果达不到目标，我也觉得不后悔。